24小时4140万。诚意的诚意体质到底是怎么炼成的？数据不会说谎，4140万这是一个数字。24小时4140万，各位，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一个演员，不是带货主播，不是李佳琦，不是什么 MCN 机构的签约达人，一个演员官宣了一个家居品牌的代言，24小时之内成交额突破4140万。然后我又往前翻了一下，就在上周，他刚刚官宣了 Gap 的代言，两波加在一起，1周时间销售额合计冲破1级大关1周。破亿，说实话，我刷到这个数据的时候，第一反应不是哇好厉害，而是等等，我得验证一下这个数据是不是真的，因为太夸张了，但数据摆在那儿。开售2分钟，主推套组现货售罄，1小时成交1680万，24小时4140万。GMV 环比暴涨1233%，官宣曝光量4.499亿。作为诚意的粉丝，我当然开心。但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不想只是开心，我想认真聊一聊这些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，以及大部分人可能没注意到的那些东西。好，我们一层一层来。第一层，你看到的，你打开任何一篇相关的报道或者战报，你看到的基本就是这些，数据很炸，粉丝很猛，诚意商业价值很强。天猫、抖音、京东家居类目全拿 Top 1，微博新品影响力登顶，热搜 Top 1、Top 3都有它。粉丝搞了8成10屏霸屏，重庆还有摩天轮灯光秀，触达人次过亿，很热闹，很好看。品牌方肯定开心，但这就是全部了吗？当然不是。怎么说呢？大部分人看到这种战报类的新闻，反应基本就2种：粉丝狂欢，路人划走。但如果你愿意多想一步，这组数据里藏着好几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。第二层，很多人没注意到的。首先，我想说一个很关键的点，品类诚意代言的战家是家居品牌，不是美妆，不是快消，不是零食，是家居。各位，你们做过家居消费吗？家居产品的客单价通常比快消品高得多，消费者的决策周期也更长。你买一瓶洗面奶，偶像推荐了，几十块钱，闭眼下单。但家居产品价格更高，使用周期更长，消费者天然会更犹豫。在这种品类里做到24小时4140万， GMV 环比涨123%，这个含金量跟在美妆快消品类里刷出同样的数字，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，这是第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点。第二个，时间密度，诚意是1周之内连续官宣了2个重量级代言。Gap 全球性的服装品牌，战家家居品牌，两个品类完全不同，受众画像有重叠，但也有差异。一般来说，品牌方其实不太喜欢自己的代言人在短时间内密集官宣其他品牌，因为会分散粉丝的购买力和注意力，这是行业常识。但诚意这边呢？上一波热度还没退，下一波直接接上，2个品牌加起来破亿，粉丝的购买力没有被分散，反而被叠加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白了，诚意粉丝群体的消费深度和消费意愿比行业预估的要强。这不是有钱那么简单，这是高度组织化、高度认同感驱动的消费行为。稍微跑个题，但这事儿跟今天聊的有关。我之前看过一个行业内部的分析报告，说的是明星代言转化率其实整体在下降，因为现在消费者越来越理性，尤其是 Z 世代，偶像推荐我就买，这套逻辑越来越不好使了。但诚意的数据恰好反过来，转化率在涨，这就很值得研究了。好吧，我知道我扯远了，拉回正题哈。第3个被忽略的点，平台覆盖面，天猫、抖音、京东这3个平台的用户画像其实差别很大。天猫偏品牌消费，抖音偏兴趣电商，京东偏品质消费和男性用户。诚意在3个平台的家居类目都拿了 Top 1，这意味着它的商业号召力不是集中在某一个平台的某一类人群，而是跨平台穿透能力，这个对品牌方来说，价值比单平台爆发要大得多。
因为它意味着你签一个人能覆盖多个渠道，不用分别请不同的扣，成本效率极高。好，到这里我们已经从表面的数据往下挖了一层，但我想继续挖第三层，真正的问题，诚意凭什么？这是我觉得最值得聊的部分。各位想一想，现在的内娱不缺流量明星，顶流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了，随便翻翻社交媒体，今天这个顶流，明天那个顶流，但真正能在商业端持续交出这种成绩单的，其实没几个。我追诚意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作为他的粉丝，我当然有主观情感在里面，但今天我想尽量客观地分析他的商业价值为什么能这么稳。我觉得核心有3个原因。第一，路人缘这个东西听起来很虚，但在商业代言里它太重要了。品牌方签代言人最怕什么？最怕签了一个人，粉丝买单了，但路人反感。因为品牌面向的是大众市场，不是粉丝小圈子。诚意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争议性极低。你可以说它不是所有人的菜，但你很难找到大量路人对它有强烈负面情绪。这在当下这个动不动就有人塌房的环境里，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。不对，等一下，我重新说得准确一点，不是说它完全没有争议，任何公众人物都会有不同声音，但它的争议从来不是人品层面的，不是道德层面的。大部分争议集中在角色适配度或者作品风格这种创作层面的讨论，而这种讨论其实是健康的，它不伤害商业价值。第二，粉丝结构的质量。诚意的粉丝群，大家都叫果果们，有一个特点，执行力极强，但不疯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看这次的应援，8成10屏霸屏，重庆摩天轮灯光秀累计触达过亿人次，这些都是需要大量组织协调和资金投入的。但同时，你去翻一翻相关的舆论，几乎没有因为粉丝行为过激而上负面新闻的情况，这在内娱简直是清流。太多艺人的粉丝群体消费能力强，但同时制造大量负面舆论，搞互撕，搞控评，搞举报，最后把艺人的路人好感度拖下来。诚意这边，至少从我观察到的情况来说，果果们是那种干实事不惹事的类型。品牌方看到这种粉丝结构，能不心动吗？花钱多，惹事少，这就是理想型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去年也有个类似的情况。某个流量明星官宣代言，粉丝购买力确实强，但官宣当天，粉丝和另一家的粉丝在微博打起来了，话题被负面内容淹没，品牌方公关团队加班到凌晨3点。这种事儿，品牌方经历一次就够了。第三，也是我觉得最核心的，作品口碑的持续输出。诚意不是那种只靠一部剧爆了然后就吃老本的类型。从琉璃到后来的作品，他一直在演戏，一直在输出。你可以讨论某部作品的市场反馈是不是达到了最佳状态，但你不能否认他一直在保持曝光度和作品产出，这个很重要。因为在商业代言的语境里，持续有作品意味着持续有新的曝光渠道。每一部新戏播出，就是一次免费的代言人曝光。品牌方签你，不是只签你今天这个热度，是签你未来12至24个月的预期热度。而诚意的作品排期一直比较稳定，这给品牌方吃了定心丸。特别是莲花楼这部戏，让诚意在口碑层面上了一个大台阶。豆瓣评分、观众讨论度、业内评价都非常好。它的意义不仅仅是又一部热播剧，而是让行业重新评估了诚意的演员维度。这部分我不是100%确定，但根据我看到的信息，莲花楼之后，诚意接到的商务资源在品质和量级上都有明显提升。Gap、战家这种有全球视野的品牌，可能就是在那个节点开始认真考虑它的第4层。这一切意味着什么？好，前面我们从数据聊到背后的逻辑，现在我想往更大的画面上看一看诚意现在的商业表现，放在整个内娱的大盘子里来看，其实折射出一个趋势，品牌方正在从谁热签谁转向谁稳签谁。过去几年，太多品牌吃过亏了，签了一个当红炸子鸡，3个月后塌房了，代言费打水漂不说，还得花钱做危机公关。
行业整体在经历一次去泡沫化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像程毅这样的艺人，流量不是顶天的那种爆炸式，但转化率高，争议少，粉丝质量好，作品持续输出，反而变成了品牌方眼中最安全、回报率最高的选择。我自己作为粉丝，看到这个趋势其实挺感慨的。因为程毅走的一直不是那条一夜爆红然后消耗热度的路，他走的是慢慢来，一步一个脚印的路。这条路前期看起来没那么耀眼，但现在数据替他说话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我想补充， 4.499 亿的官宣曝光量。这个数字看起来可能没有成交额那么直观，但对品牌方来说，这个数字可能比成交额更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成交额是短期的，今天买了，这个月的 KPI 完成了。但 4.499 亿的曝光量意味着品牌认知度的大幅提升。对于站家这样一个正在扩张的品牌来说，让 4.499 亿人次知道站家这个名字，这笔账算下来，比4140万的销售额值钱得多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站家签程毅做全球代言人，注意这个定位，不是品牌大使，不是品牌挚友，是全球代言人，是一步很聪明的棋。他们不只是在买一个月的销量，他们是在买品牌升级的故事。有个细节我想深挖，但信息不够，站家给程毅的代言费具体是多少？这个目前没有公开信息。但不管是多少，看这个首日数据，回本应该是绰绰有余的。如果后续找到更多资料，我会在下期更新。好，最后说一下我的判断。基于现在的趋势，我个人预测，接下来6到12个月，程毅的商务板块会继续扩张，而且品牌的量级会往上走。原因很简单，他现在的数据表现已经形成了一个正循环。数据好，更多品牌关注，新代言官宣，粉丝购买力持续释放，数据更好，更多品牌关注。这个飞轮一旦转起来，短时间内不会停，而且我猜，这是纯个人推测啊，下一步可能会有更偏高端或者国际化的品牌来找他。因为全球代言人这个 title 一旦立住了，对其他品牌来说就是一个信号，这个人 ready 了。我可能说错了，但根据目前的情况，我倾向于这个方向。各位觉得呢？你们觉得程毅下一个代言会是什么品类？评论区说说。是汽车？是奢侈品？还是更多快消品？作为粉丝，我私心当然希望是奢侈品。说实话，以他这张脸和气质，我一直觉得高奢的画风跟他很搭。但商业的事不是脸好看就够的，还得看时机，看品牌策略，看市场环境。不过有一点我很确定，不管下一个是什么，果们的战斗力是不需要担心的。这就是今天这期一周破亿，24小时4140万，数字不会骗人。而数字背后的那个人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证明自己。我是一个追程毅追了好几年的人。说真的，有些时候追星追到后面，热情是会慢慢淡的。但每次看到这种数据，看到这种不声不响，然后突然炸出一个大的，就又觉得没追错人。如果你也有同感，点个赞，点个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